学们，大家好。这一讲我们将对比分析酸压与水力压裂工艺的区别。大家知道，酸压与水力压裂都是通过在地层中形成一定长度的人工裂缝，实现油气井的大幅增产。但二者在工艺上又有哪些区别呢？让我们一起共同探讨。首先，我们有必要从概念上将酸压和水力压裂进行区分。酸化压裂简称酸压，是在高于储层破裂压力或天然裂缝的闭合压力下，将酸液挤入储层，在储层中形成裂缝，同时酸液与裂缝壁面岩石发生反应，非均匀磕蚀裂缝壁面，形成沟槽状或凹凸不平的磕蚀裂缝。施工结束，裂缝不完全闭合，最终形成具有一定几何尺寸和导流能力的人工磕蚀裂缝，改善油气井的渗流状况，从而使油气井获得增产。而水力压裂是指利用地面高压泵组以超过地层吸收能力的排量，将高粘的压裂液泵入井内，而在井底憋起高压。当该压力克服井壁附近地应力，达到岩石抗粘强度后，就在井底产生裂缝，继续将带有滋生剂的斜砂液注入裂缝内，裂缝继续延伸，并在裂缝中充填支撑剂。停泵后，由于支撑剂对裂缝的支撑作用，可在地层中形成足够长、有一定导流能力的填砂裂缝。在明白酸压与水力压裂在定义上的区别之后，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了解二者的差别。首先是裂缝导流能力的实现方式不同。对于水力压裂，裂缝内的支撑剂会阻止停泵后裂缝闭合，而酸压一般不会使用支撑剂，而是依靠酸液对裂缝壁面的非均匀磕蚀产生一定导流能力的裂缝。这种非均匀磕蚀是由于岩石的矿物分布和渗透性的不均一导致。易溶解的地方磕蚀厉害，形成较深的凹坑和沟槽；难溶解的地方则凹坑较浅，不溶解的地方保持原状。渗透性较好的壁面也容易形成较深的凹坑或栓蚀隐孔，从而进一步加重非均匀磕蚀。酸压施工结束后，由于裂缝壁面凹凸不平，裂缝在许多支撑点的作用下不能完全闭合，最终形成具有一定几何尺寸和导流能力的人工裂缝。故酸压依靠酸盐反应的非均匀磕蚀获得导流能力，而水力压裂依靠支撑剂的填充获得导流能力。这是酸压和水力压裂最大的区别，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在增产原理方面，酸压与水力压裂大体相似，即裂缝能够增大油气向井内渗流的渗流面积，改善油气的流动方式，增大井附近储层的渗流能力，并沟通远离非井筒的高渗透带、储层深部裂缝系统及油气区，同时消除井壁附近的储层污染。但酸压解除近井地带的污染，还能依靠酸液与井壁附近污染物的反应。在应用储层方面，酸压的应用通常局限于碳酸盐盐地层，也是碳酸盐盐储层增产措施中应用最广的酸处理工艺，很少用于砂岩地层。因为一，由于酸盐缝壁均匀磕蚀砂岩不能形成沟槽，酸压后裂缝大部分闭合，形成的导流能力低，即使对砂岩矿物溶蚀能力强的土酸，也不能使地层磕蚀形成足够导流能力的裂缝。二，砂岩储层的交界一般比较疏松，酸压可能由于大量的溶蚀致使岩石疏散，引起油井出砂。
因此，砂岩储层一般不能冒险进行栓压，要大幅提高产能，需要采用水力压裂措施。但是，在某些含有碳酸盐盐充填天然裂缝的砂岩地层或某些特殊岩性的地层，使用栓压也可以获得较好的增产效果。而水力压裂一般仅用于砂岩储层，因为碳酸盐盐储层具有较高的岩石模量，形成的人工裂缝宽度较窄，增产效果不理想，且一般碳酸盐盐储层裂缝较为发育，实施加砂压裂发生砂堵的施工风险较大。在施工效果决定参数的方面，栓压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栓式裂缝导流能力以及栓液有效作用距离，故栓压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降低栓压过程中滤式的材料和技术；第二，降低注液过程中栓盐反应速率的物质和技术；第三，提高栓式裂缝导流能力的物质和技术。而水力压裂的效果则取决于有效支撑缝长、导流能力以及支撑裂缝产层厚度，故水力压裂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降低压裂过程中滤式的材料和技术；二、提高填砂裂缝导流能力的物质和技术；三、提高储存动用程度、改造体积等。本节课我们通过对比分析了栓压和水力压裂2项增产工艺，两者在形成裂缝的原理、施工材料以及使用的地层条件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本节课就此结束，谢谢大家。